英超新人亚伊斯勒核心卖光的残阵纽卡，我还是轻敌了。伊劳拉可能也轻敌了，还想着给新人教练一点快速攻防转换的震撼呢，结果没想到被对面给教训了。这个亚伊斯勒没准真有点东西。纽卡是英超第一轮20支球队里低位防守时间最长的，在主场主动放弃了控球权，完全放弃了流行的高位逼抢，故意引诱利物浦压过中路，然后2个快速反击解决了问题。亚伊斯勒这场战术目标明确，球员执行也是到位，打得简洁利索。反观利物浦这边，咱也不知道是伊劳拉没部署到位，还是球员场上各自为战了啊。反正就是一个纽卡这场的反义词，空有控球率，战术目标稀烂，2个边路被打爆，曾经引以为傲的中路更是直接失误，导致了2个丢球。赛后各大媒体网红都在喷利物浦的中路，其实不用别人喷，利物浦球迷自己也知道，我们这场首发有4个10号位，维尔茨、索博、赫拉和加科波。加波咋成10号位了呢？因为他进的那个球其实就是跑到中路去了啊，就是在10号位接到赫拉芬贝赫的传球，进了一个漂亮的远射。这可是所有利物浦球迷希望维尔茨能干出来的事儿啊！加波心想，你维尔茨个软脚虾，还是让我来吧。想抢维尔茨位置的肯定还有索博和赫拉芬贝赫，这2位在丢球前的位置甚至比维尔茨还要靠近对面门将。维尔茨早早被换下，心里肯定不服啊，都来踢我的位置，我去踢哪儿？戈尔克茨其实也懵了啊，教练让我大胆前插，可加波还是不搭理我。中路2个大佬都跑前面去了，队长看起来也没啥指示，我到底是该上还是该下？这球我到底该咋跑？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此役之后，利物浦以9个快速反击丢球高居英超所有俱乐部之首。其实上赛季还有6支球队的快速反击丢球比利物浦更多，甚至像曼城、伯恩茅斯、伊劳拉自己都是被快速反击射门次数更多的球队。所以利物浦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有球迷说，只要搞定了边路爆点，中路就不会有问题了，2个边后卫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。更多人说利物浦必须买一个6号位，增加中路的防守。伊劳拉赛后说，这不是人的问题，是结构性问题。这不是人的问题吗？24-25赛季夺冠那次，赫拉芬贝赫是当赛季的最佳年轻球员，60次拦截比其他所有中场都多了至少11次，也只有7个中场夺回球权的次数比他更多，带球推进的次数也只有碧玺比他更多。奥普塔对比了过去2个赛季赫拉芬贝赫的触球热图，奥斯问题也不是很大啊。上赛季他还是有48次拦截的，所有中场里还是能排到第4。那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呢？有人说维尔茨太软了，上赛季的维尔茨进攻3区夺回球权的次数是21次，场均 0.79 次，高位逼抢场均 58.3 次。夺冠赛季24-25赛季啊，索博踢10号位，进攻3区抢回球权的次数只有16次，场均 0.58 次，高位逼抢场均61次，是不是看起来差别也不大？那到底问题是谁的呢？奥普塔统计了维尔茨下场前的利物浦首发球员平均站位，好像找到问题了啊！38号赫拉芬贝赫的位置几乎和7号维尔茨重叠了。所以我个人的愚见，踢纽卡的2大问题就是第一，战略上被亚伊斯勒给耍了。纽卡放出控球权，用全英超最低位的防守，目的就是为了打利物浦的反击。而利物浦的中场，特别是赫拉芬贝赫的位置又太突前了，中线以后几乎没有中路的防守，正中纽卡下怀。斯夸卡给出的站位图更能说明问题。AM 维尔茨、LCM 赫拉芬贝赫、RCM 索博，这3人几乎都挤一块去了啊。索博我看就是因为副队长的事儿啊，他太想要这个头衔了，太想做老大了。赫拉芬贝赫应该就是飘了，他是队内并列第2高薪，真把自己当核心了啊。场上站位那就是完全看不起维尔茨啊，心想你一个德国小孩不行，还是得靠我来。其实索博和赫拉可能也是着急，眼看着左右两边打不出来，纽卡这场又故意放出中场，索性就脑子一热自己攻上去了。其实伊劳拉说的也没错，如果那个球赫拉芬贝赫自己射门还进了，那就是完全不同结局了。但没人拖后防守肯定也是个问题。我给伊劳拉想了3个解决方案。第一就是买人，我知道芬威不靠谱，休斯就更不靠谱了。但是如果芬威还有那么一点点竞技雄心，那昨天传出来的摩纳哥的卡马拉就是个不错的人选。听说摩纳哥有财政困难，必须卖一个人。卡马拉据说要价只有4000万镑，上赛季法甲场均抢断 2.67 次，拦截 1.8 次，夺回球权 3.84 次，都能排在法甲第2。这妥妥的利物浦急缺的6号位扫荡机啊！才22岁，可以完美接班远藤航。上一次利物浦从摩纳哥买的球员就是6号位法比尼奥，再来一次合作，岂不美哉？第2个方案，英超挖人，温茅斯的斯科特和水晶宫的沃顿，这俩都不会便宜啊，没准都要超过1亿。但斯科特的好处就不用说了，
伊劳拉的老熟人，不存在索博赫拉那样不听话的麻烦，来之能战。沃顿不少人看不上，他就是年轻还有户口本。他和斯科特其实也都不是卡马拉那样的纯6号位，但沃顿在水晶宫踢的是拖后位置，他如果也听话不冒进，拦截能力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的。当然，这都是咱球迷一厢情愿，分为不满人都是白搭。所以最后一种方案就是伊劳拉说的结构性调整，赛季第1场就被换下，这应该是对赫拉芬贝赫的一次敲打，希望伊劳拉能展示出一些魄力，不听话就没球踢。包括索博，看看恩里克照样换下 K77 和登贝莱啊。当然人家巴黎替补太多了，其实伊劳拉也不是没人可用，麦卡、尼奥尼甚至远藤航都能用。不少人都怕是忘了远藤航吧，别看他上赛季没踢几场啊，但场均 3.68次抢断，是出场超过150分钟里所有球员排名第1的啊。他的正面拦截能力就是目前利物浦最好的，当然他传球不行，也拿不住球，身体对抗也稍微吃点亏。但如果没人可买，索博赫拉也不听话，完全可以提拔尼奥尼，重用麦卡和远藤航，反正索赫那么冒失也要丢球。我估计伊劳拉没这种魄力，毕竟一个是实际的副队长，一个拿着第2高薪，琼斯才刚刚闹了一出，索博赫拉芬贝克失控，那就意味着更衣室彻底失控了啊！我是真想不到有朝一日利物浦的更衣室也会有这些麻烦啊！伊劳拉不知道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执教豪门和在伯恩茅斯的压力完全不一样的啊！来了就公开场合批评全队体能不行，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一个下马威，他能不能管得住索博赫拉，可能也要多观察几场比赛才知道了。下期会是周6第2轮踢森林的前瞻，预测首发阵容会非常有意思。对了，足球通返线的活动到今天为止就正式结束了，这一天我已经开始逐一安排返线，确认收货后平台结算还有2周时间，没返的不用着急啊，9月初也就差不多了。